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最近呢，移民的话题比较火，特别是疫情3年，大家可能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了。然后我们两个作为过来人，我们移民美国，我来讲应该已经有10年了，然后文武已经有8年左右。所以呢，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决定移民，以及为什么会选择美国作为移民的目的地。那首先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选择移民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是说来话长啊，我觉得可以从我小时候说起了。OK，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当初是一个很规矩的一个好孩子。那我爸妈告诉我怎么做，老师告诉我怎么做，我都会照着做。那个时候上学都是说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做个好孩子，好好学习。我记得当初小学、初中的时候都在全校都是第1名的。OK，学霸呀。然后呢，那上了高中，那当初的唯一的学习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上了大学以后呢，唯一的任务也是继续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我记得那时候宿舍会有同学去背单词，准备 GRE 托福出国。当初我就觉得这个出国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我觉得跟我毫无关系。然后之后就开始保送了研究生，然后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是一心的想好好做项目，好好跟着老师一起做项目，然后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当初我在想，我说将来如果能找到一个年薪10万的工作，就是我一个最理想的情况了。然后毕业之后呢，去外企工作，去到英特尔工作。然后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工作，我自己非常开心。那是2008年的时候，然后开始工作差不多有1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我这一路的这一辈，那个时候那一小辈子的生活都被安排好了。那我得到了我承诺的所有的东西，或得到了我当初所追求所有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开心。然后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首先那个时候慢慢的同性恋也开始，自己作为同性恋开始慢慢的自我认同。觉得自己呢，那在国内的那种同性恋的生活环境你也知道不是特别的理想。我觉得这一辈子如果生活在那个环境下，那想到了可能的几种出路，比如说你去所谓的骗婚，去找一个异性去结婚，我觉得那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下，我不想去那么做。那有些同学可能会选择去行婚，跟拉拉或者是女同性恋组建一个形式的家庭，去过父母这一关，或者父母知道去过身边亲人朋友这一关，去瞒着他们。那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再有的话，可能是你过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生活，基本在公司里面不出柜，在父母身边可能对身边的好朋友可能出柜一部分，但是你对于整个的更大的一些社会环境，你的社会网络关系，你还是一个在柜子里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哪种选择嘛，都会生活在很多的谎言之下。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过的一种生活，所以我就比较向往国外，向往西方世界这种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你可以同性恋结婚，可以生娃，这样的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这样的环境。我觉得这是当初是我想离开那个环境，自己有一点不开心，然后想去做出突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其实除了金鹿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式，因人而异了。还有一些人，其实在国内现在我们可以在很多自媒体上面看到，也是过得挺开心、挺高调的。虽然对于我们俩来说可能不适合，但是有一些人其实也过得挺好的。比方说我们在 B 站啊，特别是 B 站啊，还有国外的一些媒体 YouTube 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华人，不管是生活在国内还是生活在国外，他们都过得挺开心的。然后比方说有一些甚至还养育有小孩，然后在自媒体上，在微博上面打个比方说，都有全程的记录他们生小孩啊，然后小孩长大的一些过程啊。他们这些人可能找到了更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呢，在国内他们并没有说，哎，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啊等等，但是他们觉得 OK，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途径。那其实这样完全都是可以的，只是那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俩看来，我们觉得不是最好的选择。
对，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也采访过我们的一个朋友阿强啊，他在国内做亲友会，就是创立了中国同性恋亲友会这个组织，那也会把这个组织发展的非常的壮大。那有很多小伙伴类似于他，也去在国内做，不但是公开出柜，但是也会做很多这种公益的组织，为这个群体的能见度做很多很多的贡献。我觉得这样的人也生活得很好，很有勇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我也想说，我另外一个想出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是我感觉自己不是特别擅长国内那一套的那种社会关系，就是说你需要去勾心斗角，你需要去这种人情世故。我觉得自己比较内向，比较腼腆，不太适于那一套东西，所以这是我想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所以说我觉得自己，我刚才你提到的那些例子吧，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我觉得自己做不到，在那样一个环境相对来讲不是特别接纳的环境，我做一个非常高调的出柜者，我觉得自己做不到。再有呢，我觉得第三个原因我想出国呢，还是我觉得我想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吧。我觉得当初在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的空气已经污染的挺严重的了，然后冬天的时候雾霾很严重，然后我现在好像好了一些，对，现在其实好很多了，特别是奥运会以后，但是呢，我就那时候觉得很不爽，然后冬天的时候雾霾特别严重，然后还有北京人也很多，在大城市，我从一个小地方慢慢一步的从家乡走出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但我又发现我不特别喜欢这种大城市的这种人挤人，这种人特别多、特别拥挤的环境。我当初记得我每次坐地铁的时候，那种人挤人，我就觉得一种无形的一种焦虑会油然而生。我觉得就有一点小压抑的感觉，就不是特别喜欢、特别享受那种环境。这也是我想出国移民的第三个原因吧。所以综合上述3个原因，我就开始大概工作了1年。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这种移民的想法。那移民呢，就想说，那英语是第一关，一定要过的关。所以我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背单词，努力的去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就开始了，似乎在内心深处就暗暗的做了一个决定，我想出国移民。但那个时候想法还不是特别成熟，具体怎么做还不知道，就有一个懵懂的想法，说我想出国，我想移民，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从学英语这一关开始慢慢的准备。OK， 那你准备的还挺早的。我自己看自己之前的，我还有一个背英语的单词的一个记录，从2009年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个时候，然后每天都会背10几个、几十个单词，然后慢慢的去积累。是的，所以现在金鹿的英语的词汇量是远超我啊！我觉得最少可能是我的词汇量的2倍以上。太谦虚了你。OK， 那文武，你是为什么想移民呢？我其实并不是因为对金鹿刚才提到了有几点对国内的不喜欢啊，然后慢慢的促成了移民的想法。其实对我来说，我并没有对国内有非常严重的不满，以至于我想要移民。当然，在国内呢，我也有很多不太满意的地方，比方说人情世故这方面，我也不是非常擅长。我跟金鹿的性格其实多少也有点类似，但是我总觉得啊，那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你肯定会有一些优点和缺点。那我即使移民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肯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所以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移民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我呢非常向往合法的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的这么一种机会。那在国内，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不能实现我的这个想法和愿望，所以那移民就变成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了。特别是移民去一些同性恋婚姻合法、被法律保护的这么一个国家，就变成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了。另外呢，因为金鹿对移民的想法是有比较强烈的愿望的，而我呢也有同样的需求，所以移民呢最终就变成我们俩一起的最优的一个选择了。其实很好玩的是，我一直在读博士之前，我对出国留学或者移民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因为我当时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当中，身边就很少有人出国，甚至谈起移民这个事情都非常的少。我唯一听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表姐，她嫁人去了台湾，然后移民了，这是
我唯一所知道的移民的，在我身边的情况，所以我对移民这个事情其实是完全无感的。我一直到了读博士2年级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德国交换博士生的大半年的时间，然后对德国当时的那个环境啊有非常正面的看法，然后我也很喜欢那边的那个环境，对同性恋，我对那边的人，我一去我立马，我不说立马了，就很快我就跟他们出柜了，然后大家都非常的 supportive， 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很好。那这一次经历了，就对我后来有移民这种想法产生了非常正面积极的作用。OK， 那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要移民了，那后来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来美国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当初我记得你在德国做访问博士交换生的时候，我去德国看你嘛。那个时候我到了德国那个国家，我就一切感觉很好，但是我觉得那个国家还是非常的陌生，我觉得不是一个我将来想长期居留的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不说英语，他说德语。OK， 所有的文字啊，所有大家交流的语言我都听不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发达国家，非常好，但不是我想生活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我想移民，我还想选择一个说英语的国家。OK，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都已经30岁了，我已经开始背单词那个时候，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年纪那么大了，再想重新学习一门语言，我觉得还是挺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去一个说英语的国家。OK， 这样呢就把这个目标的国家就缩小了，那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么几个移民国家了。那当初考虑了这几个国家，基本都已经考虑了。比如先说加拿大其实没有特别的用心的去考虑它的移民项目。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出生长大在东北，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有些人说东北人不怕冷，其实恰恰相反，我是一个非常怕冷的人。我觉得应该是在东北生活了那么多年，把自己冷怕了。我真的不想之后呢，又在北京生活，北京冬天也挺冷的。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我说将来一定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去生活。OK， 所以加拿大呢，基本被我排除在了选择的目的地之外。然后之后呢，澳大利亚呢，我还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它。然后因为当初据我的自己的工作就搞 IT 的程序员，那如果想移民澳大利亚呢，就可以走他所谓的技术移民这条路。那技术移民呢，会有一个评分，根据你各个不同的方面会有个评分。当初给自己打了一个分，还差10分，合格。然后为了得到这10分呢，我需要去申请他所谓的州担保，就是去澳大利亚某一个特别的州去工作生活至少一段时间，然后可以给你加5分。另外呢，一个你需要雅思考一个好的分数，考到4个7，听说读写都要达到7分，那好难啊！这样能又加5分。所以呢，我就开始准备考雅思。OK， 我也非常用心的去准备，然后考了雅思。我第一次其实已经考到了7.5分，我记得是听力和阅读都是8分，然后口语是7分，但是唯一写作只打了6分。那所以就没有4个7，就没有达不到他的技术移民的标准。当初我也后来继续考，又考了第2次，当时第2次还比第1次分数还低一些，所以澳大利亚这条路就当初就暂时没有走成。然后之后呢，那我就开始也考虑了美国。美国呢也有多条方法吧。首先你就可以很多人都走的一条路就是出国留学。留学呢，你可以选择读硕士或者读博士。那这2个方案呢都有好处有坏处。那硕士的好处呢就是短平快，你可以读2年3年就可以立刻毕业找工作，就可以开始移民。但是它的坏处你需要自费，那通常硕士呢都是没有奖学金的。对。但是博士就有奖学金，但是博士的时间又很长，你可能至少要读5年才能把美国的这个博士读下来。对。当初我就想，我觉得自己的钱好像不是很够，我觉得是不还是想读博士，所以我也考察了自己，比如说计算机专业有哪些好的学校，然后他们的入学标准都是什么。我当初也考虑我如果申请的话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我可能想选还是我自己的本行，想做系统结构的方向。我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然后我也甚至考了 GRE。 OK， 你还记得你 GRE 考的怎么样吗？我 GRE 考的一般吧，就是考了一个可以用的分数，但是就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勉强可以用来申请。可能申请一些名校可能会差一些，但是普通的学校还是可以申请的。OK， 然后我甚至当初就把自己几年的积蓄分成了
存成定期，存成1年期、3年期、5年期的定期。说啊，我读博士这几年需要，也可能他的奖学金如果不够的话，我自己还要补贴一点。我要1年到期就用一点，第2年用一点，第3年用一点，我甚至把这些都存成了定期，都做了这样的规划。那这是美国这一条，但就当初去美国读博士似乎已经走了一半了。就这条路，我当初很有可能就来美国读博士了。但是后来201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啊？2012年的时候，我们公司派我出差到美国出差，在这边待了应该是1个星期还是2个星期，我不记得了，在这边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一方面就是说他确认了我之前的认知，就觉得是美国这种西方国家的确是我想象的那样子，我觉得空气很好啊，地广人稀啊，然后这个生活环境大家都住大房子啊，这种生活环境的确非常好，我很喜欢。另外呢，就是他给我打开了一扇窗，那包括来美国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和同事之间聊天呢，让我知道其实我可以直接来美国找工作的。是啊，就是拿到国内的那些计算机硕士的文凭，并且有2年、3年在国内的这种外企的工作经验，你可以直接到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去找工作。那如果找到工作呢，那你直接就可以开始办理移民。那就一步叫什么？一步到位，一步到位了，那就不需要再去读书，然后之后再去找工作，因为你读书几年以后，你还是要找工作。对，可能唯一的一个坏处就是，或者小的缺点就是说，当初我想去读书的想要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你可以有更大的一个人脉，可能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但其实现在回头想，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的原因。那你如果找到工作，然后你移民了，那你就那你有无限多的时间去慢慢的去认识的人，去融入这个社会。对，所以2012年的出差就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知道我可以直接在美国找高科技公司的工作，所以就开始沿着这条路开始走下去，然后最终是这条路让我和文武一起成功的移民了美国。对，然后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新西兰呢，我听说有这种所谓的旅游工作签证，就是说你可以去办理一个签证，你可以到那边去旅游，顺便找一些工作，或者说打零工，在那边体验一下。那如果说那边能找到一些比较长期的工作，你也可以到最后会转成工作签证。但是因为美国这一条路基本已经可以觉得比较可行，我其他国家也就没有太仔细的去调研了。其实金路刚才提到了几个比较典型的移民英语国家的一些可能性，但其实作为很多其他人来讲，有非常多不同的移民的地方，比方说去比较典型的，比方说去台湾啊，因为台湾很早以前对同性恋的权益都慢慢的开始有非常巨大的进步，甚至在前2年都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化了，所以这个对很多华人同性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移民的地方。还有比方说去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泰国呀，也在对同性恋方面也是相对比较包容的，所以呢也有很多去到泰国生活的，他不一定移民了，但是他可能就到泰国去生活。比方说我们在网上就看到有一些那种网红，然后这些年都陆陆续续到了泰国那边去进行去生活啊。泰国的网红叫什么记得吗？泰国那个网红叫什么灰韩流浪记 OK， 是我关注的一个 YouTuber， 挺有意思的。还有日本对，还有去日本的我们关注的一个叫三娃两爸小确幸。对，三娃两爸小确幸。对，然后是一个华人一个美国人生活在日本，我们还关注他们的频道，看了很多他们的视频，分享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感觉非常好。对，挺好玩的。那你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为什么选择移民美国呢？我移民美国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金路移民美国的这一条路已经基本走通了，我就是跟随着一起来到了美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我们认为它的工作机会也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那我就相信我在美国应该能够找到自己很满意的工作。但是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美国找工作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那特别是对我来说，我没有美国的学历，美国本地的学历，那找工作就更加难上加难。然后我们特地还录了一期视频来讲述我当初找工作的痛苦历程，欢迎大家观看。你说2016年是你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是吧？对，没错。那
就我整个规划移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调研了这么多个国家，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跟文武也在相处嘛，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也会在网上一直聊天，去不同的给他更新我做的这些功课，这个想法不停的在转换。然后我说我要移民，然后你记得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吗？我不记得了，我当初怎么说的？你当初你就说，那你先规划吧，从你自己的角度先规划，然后我再说。你是这么说的。我听到你这么说，其实我自己的心里面有一点很矛盾的一个感受。一方面呢是说 ，OK， 你给我很充分的这种自主权，说让我去规划，最后然后你再一起考虑两个人是不是一起过来，我觉得很好。就是说让我来做这些决定，然后到底是来美国、来澳大利亚还是加拿大这些国家。但是从另外一点呢，我还自己有一些小的不开心，或者是小伤心，就觉得好像你似乎是不是对我们的关系认同的不是特别好，不觉得我们的关系足够稳定，然后将来会到一个共同的地方。我觉得你那个时候你提供的意见不是特别多，或者提供那种倾向性不是会特别多，我当初心里面还有一点小的不开心。OK， 就觉得好像你对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未来不是很确定，所以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心态。OK， 你不知道这些吗？我记得好像有，但是你其实是有点不开心的，然后一说起这个话题，好像你最后面都会变得有点小生气。OK，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的心理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当初自己对未来是没有什么憧憬的，我对自己的自我认同也没有进入好，我对未来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说我对未来就没有什么清晰的规划和希望，就觉得随波逐流吧，怎么样都行这样子。OK， 所以这个路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的，做了这么多调研，最后柳暗花明，然后来到了美国，然后你还是感谢你很坚定的去跟我一起来到了美国。是，那我觉得最终我们还是实现了自己最理想的追求，然后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世界上气候最好的地方生活，所以我们其实也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们也很感恩。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了我们当初为什么想移民，以及为什么选择美国作为我们的移民的目的地。那下期视频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到底是怎么成功移民美国的。欢迎大家观看。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您订阅，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视频。拜拜拜。